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小号手推出的这款外传拼装的闪电官方正版授权。盒子的外包装跟原先也是差不多的，侧面这里有一些噱头的展示以及造型的刻画。当然，这边还有一张霸天虎的合影图啊，预计后续会推出的这些角色。打开包装，我们来看一下一份全彩印刷的说明书。板件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身上有非常多的预涂装刻画处理，这也是小号手家的一大特色。另外一大特色就是所有的零件都是采用了按压水口的技术，所以说就算你徒手不使用水口钳子的话，来回撕吧也可以快速的组装完成。那么我们就直接跳过。非常简单的拼装过程之后，我们来看人形的完成效果。其实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这个东西就是用之前闪电的那套板件魔改出来的，身上有一些零件进行了替换，但总体的结构是差不多的。而且整体的一个色彩搭配方面，我觉得是要比闪电鲜艳很多，身上做的预涂装处理也比上一款闪电要做的更多了。翅膀和背包方面，因为完全不同的设定造型，所以全新开的模具印刷着霸天虎的 logo， 斜向上的这个翅膀尖儿，一些细节的刻画相当的对味儿。根部的活动关节范围还是挺大的，包括这个地方奶射线，肩头这个地方的一些细节刻画，以及里边的金属漆的涂装处理，很漂亮。肩膀装甲上边也预涂装了霸天虎的 logo。大腿上的一些细节层次的涂装，胸口的进气口刻画。头雕这个造型我还真不太记得电影 CG 里边的红蜘蛛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总感觉斜着的这个眯眯眼怪怪的呢。嘴巴的一些细节层次感刻画倒是还不错吧。眼睛有待商榷啊！完了，回头还是等细心的朋友们抠一下 CG 里边或者原设定稿里的这个头雕是不是这样吧？但毕竟它头雕太小了呀，跟指甲盖对比一下，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刻画，尤其电影的纹路更多一些。倒是现在看起来，甚至有点像孙悟空毛脸雷公嘴的那味道。臂炮武器方面跟闪电也有一些不同，主要是在外部装甲上的一些区分，而脚尖这里是和闪电不同的，多了一段蓝色的装甲片。小腿肚子上边也印刷着一个非常小巧精致的霸天虎 logo。背包的造型因为和闪电不同啊，是完全重新开的模具，下方这里的喷气口也是有独立的活动的。后裙甲这里的两片翅膀也可以单独的活动，肩膀继承了小号手闪电的优势，肩甲可以拔出来，增加它的活动范围。脖子是球形关节，但是这一回好像碍于造型的限制，低头是低不下来的，可以稍微往起仰脖。二头肌正常的旋转，胳膊肘曲臂也能大于90度，手腕可以旋转。同时有更多的替换手型，每一个指尖的刻画在这么小的一款拼装玩具上做得很细致啊，同时也是软胶的材质，不用担心扎到或损坏。腰部也能左右旋转活动一点范围，胯部这一块的轴活动范围也很大，完全不会干涉。膝盖双关节处理，折起来的幅度还是很大的。脚踝球形关节 L 拐杆，而且这一回的安装也很舒服。因为脚底的这一块零件是软胶的材质啊，套进去不会出现那种很硬的生涩感，而且软胶对 ABS 这样的阻尼感会很好。我们也是和之前的闪电来进行一个对比吧。整体两款的造型对比来看，明显感觉红蜘蛛是要比闪电的预涂装处理做的多一些的。本身来说，红蜘蛛这个角色的色彩就会比闪电更加丰富一些。再有，它本身是一个赛星形态的飞机，而闪电来到了地球之后，更多的是符合地球形态的载具一些刻画。其实想必很多玩家也和我一样，在电影未上市之前，预告片推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闪电为什么长了一个红蜘蛛样，就像变七现在出来幻影为什么长了一副爵士样子，这个就没办法，导演说啥是啥呗。但好在《大黄蜂外传》这部电影里边，导演还用了几分钟的篇幅来描写一下当时内战中的这些角色，红蜘蛛、惊天雷闹翻天也都有登场，还有其他的一些飞行小队。当然这个模具也老规矩开了嘛，各种的冲突肯定也会
接踵而至的，这个太正常了。到现在嘛，电七都上映了，外传这些角色其实应该赶一赶进度了。小号手公布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挺多的，尤其大家比较期待的外传擎天柱小号手在小比例的拼装版上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素质效果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但就目前看红蜘蛛的这款改模素质来说，虽然说身上大部分和闪电是共用的零件，但是对于在改模部分在内战形态下的这些装甲的刻画，可以说也是一丝不苟了。当然这里边头雕的造型部分还是有待商榷，也是希望这些考究党们能给出一个最终确切的答案吧。但整体来看的素质化，在这么一款巴掌大小的一个拼装玩具上边，预涂装做的这么细致，在拼装过程中的体验如此之好，甚至你都不需要任何的工具，用2只手的手指按压即可完成操作，这种体验是相当棒的。也是希望小号手后续能把作品赶一赶进度，我们实在太想看到那款擎天柱究竟素质如何了。那么得嘞，这一期小号手的拼装红蜘蛛就是这样了。